复刻俄乌前夜，美英法德同步发布伊朗最高级别撤侨令，西方已认定伊朗局势不可逆转，战争真的要到来了吗？截至1月14日，据美国的人权组织 Hwayna 核实，此次伊朗抗议活动死亡人数已攀升至2571人，这一数字标志着伊朗正在面临自1979年革命以来最为血腥的内部冲突，伊朗社会阶层矛盾彻底爆发。这场原本由国家经济和民生问题引发的抗议活动，已不再是单纯的内乱，而可能已经进入了西方和伊朗的战争倒计时阶段。美国实施的星链加关税组合拳，实际上构成了对伊朗主权的数字化穿透与经济围困，这在现代战争无异于开战行为。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大国美、法、德、英同步发布的最高级别撤侨公告，简直复刻了2022年俄乌冲突前夕的外交信号模式，暗示着伊朗国内的情况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在平息抗议上，这次伊朗采取的镇压行动，在规模和手段上都远超以往强度。伊朗革命卫队不再主要依赖非致命性防爆手段，而是迅速部署了实弹射击，并将抗议者定性为恐怖分子。短短2周内死亡人数高达2571人，其日均死亡率远超伊朗过去几十年的任何一次内部冲突。而且抗议活动并未局限于首都德黑兰，而是扩散至全国31个省份的78个城市。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已被部署至西部地区，特别是第29纳比阿克拉姆作战师介入克尔曼沙赫市的镇压，表明地方警力已无法控制局势。由于抗议规模过大，此前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称要对被捕者进行快速审判，试图通过极刑如公开处决来以儆效尤。据社交媒体流出的视频显示，德黑兰郊区卡赫里扎克的停尸房外已经停满了尸体。这几天，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几乎同步升级其对伊朗的旅游警告，敦促本国公民尽快撤离伊朗。这种撤侨公告协同性远超常规的领事保护范畴，一般只有战前才会发出这种指令。美国国务院发布的警告使用了最严厉的措辞，不仅要求美国公民应立即离开伊朗，公告还明确指出，美国政府无法保证您的安全，并建议通过陆路前往亚美尼亚或土耳其。这种具体的逃生路线建议，通常只在空域可能被封锁的前夕发布。法国、德国和英国、欧洲三巨头的行动紧随其后发布了紧急警告，且内容高度一致。其中法国不仅建议公民撤离，还疏散了非必要外交人员，这是一个关键的信号。外交人员的撤离通常意味着大使馆只能从外交代表转变为战时观察哨，或即将完全关闭。另外，澳大利亚、瑞典、波兰和印度也发布了类似的撤离警告。总之，目前全球很多国家的公民都在从伊朗撤离，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22年俄乌冲突前夕，当时也是美国先发撤离公告，随后欧洲国家跟随，从建议考虑离开到家属撤离，再到立即离开，历时数周时间。现在这些针对伊朗的撤侨公告，可以看作是西方国家已认定伊朗局势不可逆转的重要信号。更关键的是，这次抗议由美国干预。特朗普此前已宣布，对任何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的产品加征 25% 的进口关税，并表示美国有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此前伊朗为了防止画面流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断网，而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则在特朗普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下，免除了伊朗用户的星链订阅费用，以至于很多图片和视频流出。尽管伊朗使用了先进电子战系统进行干扰，但仍无法阻挡星链的介入。美国这套星链加关税组合拳下来，无疑让伊朗更加头疼，两者结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维度，同时抽空了伊朗政权的根基。面对生存危机，伊朗不仅在内部加强镇压，对外也发出了明确的警告。1月13日，伊朗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警告，若敌方侵犯伊朗领土，伊朗将以全部力量捍卫国家。本地区内所有美军基地以及为美国提供便利的国家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他指的这些美军目标包括位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位于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司令部，位于阿联酋的达夫拉空军基地，以及位于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各类前沿作战基地等。在撤侨公告发布、航母战斗群可能调动以及双方言辞激烈升级的背景下，伊朗现在的风险呈指数级上升。纳西尔扎德的警告将该地区变得极为敏感，任何的局部冲突都可能被视为全面战争的开始。2026年1月的这场伊朗危机是长期积累的内部矛盾与外部高压共振的结果。从财政崩溃引发的街头起义，到西方撤侨发出的最后通牒，从特朗普的科技加经济绞杀，到伊朗军方的导弹警告，所有迹象都表明伊朗可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